嗨，我是老板。为什么啊？男女生约会的时候，大家都是预设男生要付钱，然后还觉得男生付钱是很理所当然的。万一男生没付钱，好像会被说不是个男人什么之类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啊？女生自己付钱真的很难吗？为什么都要男生付呢？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我们今天3位小编都来啦，宝妮、豆哥、卡罗，你们会有男生应该要付钱的观念吗？讲真的哦，不可以隐瞒哦。我觉得不一定耶，我觉得其实我也不一定要他付钱，可是我觉得就是一种心意吧。如果他付钱，你会很有好感，是不是这么说？就会觉得他蛮大方的，就不会在意这种小事。但你不会预设立场，男生要付，但他如果付很加分，这样的意思。对，可以这样。豆哥好像感觉这样不就是这就是要男生付的意思啊？这不就是等于是男生付会比较好的意思？但就是如果出来看他已经拿钱包，我可能就好，那他先付。出来之后，我一定会问他说：“那多少我给你？”可是女生是不是都知道，你只要这样讲，他不会跟你收？对啊，不一定耶，也有会的哦。有些就会说多少多少给我。对，刚刚是368，然后他就会说零头去掉，那我也觉得 OK 啊。OK， 所以女生这样子有时候也不是在做样子，是真的有要给啦。毕竟我吃嘛。好，所以你是觉得你有吃，你付钱你也觉得 OK 这样，你没有预设立场说男生就是要付钱，不付就不是男人，你不会到这样，对不对？对啊。好，那卡罗，我也不会，但是如果他完全不是我的菜，我绝对不会让他请，我想欠他。我也是，然后也不想要下次再请回来，我不想跟你吃下次的饭。但是男生请也 OK， 但是你不会有那种就是男生一定要请客的观念，不会，你是从来没有这样子预设立场的。没有，就算男生是很明显要追你才约你的，你们还是都不会觉得说你要追我，那你就是应该要请客啊，不会有这种感觉吗？但是我觉得会加分，但不是必要。所以我们今天2位小编其实都是属于这一种的。可是我以前是绝对要 AA， 我一点都不想欠人家。后来是交了一个男朋友，他会帮我全出，之后我就有点回不去了。怎么办？所以是这样，是被男友宠坏了吗？你已经过过这种生活，你出去都不用花1毛钱的生活。对，然后你后面再出现一个男生，他突然不帮你付，你就觉得有落差，真的是从他开始的。这我们可以说是，就算不是习惯男生付钱的女生，只要交到一任这样的男朋友，就很容易回不去。因为小编就是这样啊，卡罗就是这样啊。对，我现在跟我男朋友是一人一顿这样，就是轮流请啊，轮流。但是我自己心里还是知道，有差。但我不会因为这样不爱他，就是有落差就事实嘛。我觉得这样讲起来，感觉好像真的是男生问题比较大，就是真的假的？你觉得是男生自己爱出钱？对，可是因为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出钱的习惯。真的吗？等一下，你笑什么？这句话你不需要心虚，这很合理。这样讲起来没面子感觉。不会，没有，像我也是那种觉得男生没有一定要付钱，就算你是追我。那如果今天2个男生追你，一个会帮你出，一个不会，然后会帮你出的有没有加分？重点不是看对方有没有出。我不会因为这个加不加分。哦，真的吗？好，你出3000，那你没出，然后就影响我看你们的人品吗？不可能。你的人品、你的道德观、你的价值观，你跟我能不能聊天，不是那3000块可以改变的。可是我会觉得他就是有没有对我大方，有没有对我好啊？有没有会对我好哦？我觉得他会不会对我好，不是他在追我的时候有没有付钱影响的，就是他只是帮我出饭钱，我不觉得等于他以后会对我好。哪个男生追你的时候对你不好，哪追得到你啦？他现在一定是对你好的啊，那以后你不知道，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当然他会很大方，我都会很谢谢他。如果他坚持说不用啦，真的我请，因为大部分男生会这样，我还是会很谢谢他啊，谢谢你今天请我吃晚餐，今天很开心这样。可是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就一定是选他，我觉得这个对我不影响，不加分。不是说不加分，是不影响我怎么看你们，因为我主要是在跟你们的灵魂相处，因为重点不是付钱啊，我不差那3000块啊，重点不是你差那3000块吗？没有，这个行为对他来说不列入积分。很多女生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会变成你选男友的时候是在选谁可以出比较多钱的，可是你不是选你比较喜欢的，或者是他人品比较好的。然后万一这个人又只是个有钱的渣男，你就很容易一再遇到渣男。因为你都没有在选他们的人品啊，你都在选说这个会请客，这个很大方，这个请我吃的是最贵的，或是这个人的车开的是最好的。那你没有在看人品，你没有在看道德，你没有在看你们合不合，那不是很容易就是感情会很失败吗？所以豆哥是那种你在追女生，你也不会先帮她付钱的。我是蛮看时机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觉得不一定每一餐我都会主动想要请客。你在追的时候哦，偶尔吧。那你会觉得这样就会追不到女生的吗？应该还好吧。我觉得现在女生有这么肤浅吗？豆哥说，如果觉得不付钱就不会选他的女生，就是肤浅。可以看一下其他优点嘛，可以不要只看钱包嘛。所以你本来一开始你就不会每餐付。对，就是我会蛮，你会比如怎么说说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当然可以对节日或是什么。你们还没在一起哦，你只在追他哦。
然后你每次约他出去，你会怎么开口说要 AA 或者是要轮流这件事他？会说多少钱转这里哦，不会那么直接、啊，账号贴出来，而且我还没有来配，你知道吗？他超老的欸，我每次要给他钱，我都说可以来配吗？他说我没有来配，我说你麻烦。要给现金，所以你在追女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开口说开始 AA 或开始轮流？这个我觉得可以教男生一下。男生，如果你不是每餐想要请客的人，你如何在追一个女生的时候，让她知道我不打算通通我付哦？该怎么去表达出这种态度？我会比如说这餐我就会付掉，但是我会说，这餐就我先出啊，到下次有机会吃饭的话再给你出这样子。哦，对啊，那会不会他就不出来了对？因为下一次就换他，会吗？就约不出来吗？因为他知道下一餐我没有他要付遇过啦。哦，所以其实也不会啊。你一餐我一餐这样。对啊，对啊，所以刚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法，就是那这次我先请，那下次出来再换你这样子，其实还蛮顺的，没有那种尴尬感，说那我们要 AA 还是就比较尴尬，对不对？对啊，所以直接这样讲蛮顺的。而且好像现在女生也都会我觉得啦，应该都会主动做个样子啊，不会到这么理所当然。那他如果真的只是做个样子怎么办？让他做，至少他做样子啊，不要连样子都没做。男生都很看这个，对不对？对啊，我朋友好像也会说，就至少你要有个有要付钱的掏举动钱。包，他就说我没有要他真的付钱，但是他至少要有那个心意吧。但我总觉得这很没意义。我也是觉得这件事情有一点那个，就是如果你要请客，你就大方请客，你就不要说还要女生再做一个样子，然后你再说不用了，这个我就会觉得有点多余。就是想要请客的人就请客，然后女生如果真的想 A 或者是想要轮流，那你也就真的 A 跟真的轮流，不要做样子，不然就会有一种大家都在做一个社交礼仪上面该有的样子，可都不是真心的。你们一开始的关系就要这么虚假的启动吗？就要建立在这种上面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在追求过程中，应该就是会慢慢观察这个女生她的价值观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是那种她每餐都是要你付的女生，你就不会认真想要追她了吗？你会想说好了，可以放手，多少会有一点影响，会对不对？对，会有一点。因为你本来就是确定自己的价值观，你不是所有钱都要付的男生，所以你一开始就不会去追这样的女生。对，可能2、3次，或是2、3次就会觉得这个应该该不是我理想的女朋友，因为她看起来是每餐都要我付。卡罗若有所思是怎么了？没有，我在想，如果有人这样对我，我会很不好意思哎。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我好像还没有被这样过哎，就是有人在追我，然后每一餐都让他付。你不会让男生这样子？可是我总觉得每次跟男生聊天的时候，那些男生好像都遇到了很多这样子的女生。我就跟你说，很多男生都没有遇过想要 AA 或想要轮流请的女生。我每次只要拿钱出来付，男生都是一个吓到的脸。还有那种很感动的，对，我真的遇过很感动的。对啊，就是我发现大多数男生真的是很少遇到会付钱的女生，是真的要付哦。我不是做样子，我拿出来我就是真的要付。可是我却觉得我身边的女生都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他们遇不到这种女生？我觉得啦，因为我男朋友他自己就是在一个都是男生的工作环境，哦我觉得他们一起把女生想的太可怕了。一起把女生想得太可怕，就是他一开始，可是他就真的没遇过这样的女生啊，他没遇过有要付钱的不是，女生。他很少跟女生约会，因为他心里就觉得女生都是这样。约会经验太少，然后觉得付钱才能追到女生，所以就一直在这个死循环里面了。他其实根本就没有跟女生去相处过，然后他就有这个结论。但我所以会不会其实很多男生就是把女生想成要这样才追得到，然后他就一直都这样，甚至把不会这样的女生也变成这样。我觉得是，所以这个困境是男生自己造成的吗？我觉得有一点，有一部分有哦，你觉得？我觉得有一点是男生自己理所当然这样觉得，因为就像豆哥刚刚他觉得说，如果我不是每餐都会付的男生，我自己讲出来好像有一点点没面子。对，那为什么要没面子？这一点一定就是很多男生的点嘛，就是男生觉得如果我让女生付到钱，我是没面子的，以至于他也是因为面子要付的，然后就一直循环啊。可是心里面又不太高兴。男生就是要面子。我感觉可是男生现在又很多人一直靠背不付钱的女生啊，那对所以你到底对啊还是他们追不到的时候会觉得说是因为我没付钱，可是其实根本不这样，有没有可能？我是真心觉得男生不要因为这样觉得没面子，因为如果你这样子觉得没面子，你不是就是会一直付吗？可这又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你不是会越来越痛苦跟不开心吗？所以我反而觉得男生要去思考，为什么你会觉得没面子？为什么你会觉得付钱是男生的义务？连男生自己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开玩笑，就比如说我们2个是男的，然后我就会问你说你有帮他出钱吗？如果你说你没有，是不是有可能被嘲笑？啊，这样像兄弟，你这样追不到啦，怎样的？会吗？好像有，有些对会啊有些会。就男生互相之间会嘲笑对方说，你没付钱，这样你绝对下次约不那你出来了。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伤害同类。就是男生自己其实有那种要付钱，好像比较有面子的感觉。那这样子你们一直这样去对女生，你自己就一直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东西。可是我知道也有很多男生会说，不是只有我们男生自己这样觉得，是有太多的女生你不帮她付钱是真的追不到。
等于说我们也是被女生逼成这样的啊，因为我只要不付钱，我下次根本就约不出来了，他根本就不会喜欢我。那我想要突破这个盲点，因为你不付钱就不喜欢你的女生，你真的一定要选她吗？当你不是想要每餐都付的男生，然后你也不想要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你在前面就是应该要突破这一关。应该是你把它刷掉。对，你不能想说可这样他就不选我。其实男生是有选择权的，像刚豆哥这样，他在追女生的时候，他就选择那种愿意跟他轮流的女生了。不要的话是他把他刷掉。男生应该要这样子，你才能找到价值观相同的女朋友嘛。好，然后我要再讨论一个东西，这是一个男辣椒粉留言给我的，他说追了魏老板很久，发现魏老板经常讨论很多该讨论但是大家却逃避讨论的问题，然后自己身为男生也经常借此去考量女生的想法跟观点。但说到 AA 制，我有个好兄弟的女友就很讨厌 AA， 什么东西都是要她男友出，可是我那兄弟又很喜欢她，然后日子久了压力就很大，他开始有想主动分手的念头。然后他说我觉得 AA 制必须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追女生的时候如果就养成男生都要付钱的习惯，到后面根本很难改变，最后男生却因为这样想分手，不是白忙一场吗？好像是齁。对啊，但是那个分手都是那个男生造成的。你觉得是因为他在追他的时候就养成了什么？他宠坏啦，就像我一样。所以男生是不是要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你真的不要在追的时候就养成这个习惯，然后后面你觉得很痛苦，这个时候分手你可能浪费很多年，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对，但是男生一开始想的好像都是、先追到再说，我不在你身上花钱，我又追不到你。对，所以这个是男性困境之一，我不花钱我追不到你，我不请客被说小气，那我追到你之后所有的开销通通我付的时候我又承受不了，那怎么办？到底怎么办？就是他自己选择。你觉得这是他自己的问题？这就是跟那个男网友讲的愿打愿挨，对啊，你要就愿打愿挨。那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是愿打愿挨的，但是稳交几年之后开始不愿打愿挨了，所以分手是活该的意思。就是证明一开始的价值观就不好了。一开始就不要陷入这样子轮回里，你一开始就要像豆哥那样，就建立起，这次我先请哦，下次换你。那如果之后这个女生就约不出来了，这是好事，因为她就不是你要的那种女生。筛选掉。对，你就一直这样子去找到适合你的伴侣为止。对啊，可是会不会有很多男生说，你以为我那么多女生可以约哦？我约到一个就不容易了，我这样一讲，我怎么约啊？怎么办？他没有那么多对象啊。而且如果他连续3、4个都这样打枪他就会觉得，你看我不付钱，我就是追不到女生的啊。这确实是男性困境之一啊。单身也没有不好啦，可是他就是想谈恋爱啊，总会找到的啦，会找到自己价值观相近的人。不然就先其实男生是不是想要说先追到，然后追到之后稳交之后再开始跟他说，baby， 有时候也要你付一下，因为我这样压力有点大这样可。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对，已经养成了。对，我会觉得你变了，你变了，以前都是你付的，以前都你已经没办法跟他解释说不是那个，你总不能跟他说不是那个是因为为了要追到你，所以我才勉强的，你也不能解释。可是至少你就是有女朋友啦。可是他这样不是本末倒置？那你就没有钱啊。对啊，他这样比较快乐吗？我至少脱单了，那你先过一关再说。对，后面再想办法沟通自。己选的。所以我有男生朋友是那种，就是自己很可怜，省吃俭用，然后加班，然后吃泡面什么，可是周末就是带女友吃高级餐厅，他是用这样子在供应这一切的，你就知道他那个脱单的决心有。很强烈，他就是想要有女朋友的陪伴，可是他其实是支撑不起这个开销的。但是他自己可以承受结果。可是我觉得他这个迟早会破碎，因为他都完全不知道你是这样子过日子的，那你们适合结婚吗？也不适合。这很恐怖我觉得这太苦了。这样我其实也会觉得说，单身也破，你不用这么苦。我觉得有些男生被一定要有女朋友这件事情卡住了，好像没女朋友或是没脱单很丢脸。你们这个付出多少代价？单身不香啊！很香啊。刚刚这个男生他还说，常常听到这位兄弟跟我吐苦水，因为他女友都会说我付钱就是不爱他，那种他真的很痛苦。他没有不爱他，他只是真的不觉得说钱跟爱要绑定在一起，那怎么办？所以这一定分手的啦，因为他是受不了了啦。这不只是被情了，是他经济压力上面也受不了，而且有超多影片都在跟女生说，一个男生如果爱你，就会把钱花在你身上。哇哦，这句话超洗脑的。所以不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不一定对，他爱你有可能会把钱花在你身上，但不代表这样就是爱你，他也可以花在别人你懂我意思身上。这样不是爱我吗？不一定这样就是爱你。你爱我，我，你有可能会很愿意为我花钱，可是我不爱你，也有可能会砸钱在你身上跟你换东西啊。不代表你花钱就等于爱我，有这么容易吗？那么简单吗？这逻辑没有这么简单呐。可是因为越简单的逻辑越二分法的东西越可以洗脑大众。到底谁要付钱这件事情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啊，你就是要主动去选择适合你的人啦。然后欢迎大家留言，对于 AA 或者是到底要不要轮流请客，到底是男生女生谁要付钱的这个万年考古题，
你的态度是什么呢？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留言吧。然后我们也可以推荐一下之前拍过的跟你 AA 就是不爱爱你吗？这集有打破迷思，欢迎大家看一下。男生超爱你会这样，不要再觉得男生付钱等于爱你了。男生爱你其实会有很多不同的行为的，可以看一下这一集哦。然后男女到底谁该付钱？谈恋爱要 AA 制吗？拍过这么多影片讨论论哦，欢迎大家看一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